你问我当然嘛希望越快越好，对吧？啊，但是7000万都不是7000块啊，对啊，这爱时间啊，要时间。不过秘书长会不会担心说，主席顺利出来以后，可能民众党内部会有一些矛盾，包含说会有2个太阳的问题，到底是要听国昌的还是听柯主席的话？啊，不会啦，这个想太多了，哎呀，想太多了，哎呀，没有这个问题，哎。那当柯主席回来之后，那有需要再改选这个党主席的部分吗？没有啊，就依照党的规定照走就好了，对啊，这根本不会构成问题。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发言人、新北市议员戴伟山。大家晚安，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云夫。大家好。财经专家徐清华。吴哥好，大家好。好，那今天全国最大的一则新闻，柯文哲交保了 ，OK？ 那民进党前主席柯文哲经过了昨天，然后包括法院所有的一些的认证，然后呢，在今天上午大概中午左右，那柯文哲交保7000万交保。那柯文哲交保，那什么样的原因？包括这2天你可以看到，在法庭的包括检方跟辩方之间的论证，大家一直在讨论，就是能不能交保。检方也寄出了13个证人啦，所有这些，那最后那是7000万交保。好，来小平，一开始就问一下你的感觉。因为你是这个案子的告发人啊，是那这个案子，因为最近国民党有很多，不是包括连郝龙斌啊，什么全部都出来讲说应该要让他交保了或什么，你现在今天交保了？我不晓得是不是郝龙斌的功劳，昨天讲这就交保，但巧合，大家都解套了啊。什么叫大家都解套？白的不用再抗争了嘛，这妨碍公务也是有罪的嘛。黄主席，然后赖清德这个民调下滑，然后大家说啊，是不是他压了不放啊等等，那他也解套了，反正当然跟他没有关系的，反正法官放他嘛哈。那重保，那第3个就是他出来以后，然后蓝白合当然还要继续进行啊。但我们要观察他们2颗太阳是怎么走了，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OK， 好，那小平的心声，那柯文哲今天交保的时候，那他直接告诉你他的一些想法。但是为什么交保？来，庄家，我们看，因为包括在昨天的时候，检方还是坚持，后面还有13个证人，包括在10月份的时候，10月16、10月21，连黄珊珊他们都要出来作证。橘子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但是显然法院是有另外一套想法，所以今天才能够7000万交保。就今天在开录之前，先传出来是，应小维3000万交保，不用再抓蟑螂了，对，3000万交保。然后大家就想说，那柯文哲呢？然后后面想的是，接下来柯文哲7000万。然后2个人就限制出海出境嘛，然后科技监控，但是柯文哲也出来了，然后出来之后，现在9月是秋天，可是对于黄国昌来讲，可能觉得特别热，因为2个太阳一起晒，对不对？是非常热的，整个温度。那对国民党来讲呢，郝龙斌有先见之明，昨天就已经先发脸书了，然后整个国民党，然后朱立伦呢，大概有点愕然，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发现，原来朱立伦的公信力还有47%，因为朱立伦讲政治机啊，正传媒的里面，竟然还有47%的人相信朱立伦，所以整个这个状况你会看到，其实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而这个新的局面呢，当然了，黄国昌的心情，我相信这2天大家都会很关心，对不对？搞了上个礼拜这么大，黄国昌现在也是他是案被告，搞到这么大，结果柯文哲出来了，再要走读，再要走跳。再要走中都没有机会了，柯文哲出来了，然后出来之后，那昨天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在猜，为什么昨天讲说先不裁定，那就在猜是哪一天裁定，是10月1号这一次的羁押期满之前做个裁定呢，还是呢24号终结辩论之后写出起诉书进行裁定？然后当然昨天检方又丢出了13个嘛，13个证人，可是那13个证人哦，其实很多争论。为什么争论？就是柯文哲到目前为止已经被羁押了12个月了。那12个月，其实你会看到很多人在讨论的是橘子，没有话说，因为橘子人不见了嘛。但是其他的，像其他列出来的人，难道他们不在台湾吗？难道他们有潜逃吗？为什么还为了这一个，还是因为13个可能，所以还没有交互诘问，所以那个还是一个羁押理由。所以昨天其实就你会看到很多人就在争论了。而这个争论之后呢，那现在呢也不用争论了，就是柯文哲出来了。然后出来之后，柯文哲要切记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再回民众党，千万不要再开会，千万不要跟大家拥抱，因为你还是禁止跟共同被告
有任何的串接。刚刚讲的就是第一次交保的嘛，对，第一次交他不是回民众党那个画面，大家就讲说那个画面适合吗？那时候大家也有讨论过。听到这一段，我觉得黄国昌可以松一口气。哦，因为他不方便回来，不能跟证人，不能跟同案被告嘛。很多他可以发脸书，可以发脸书，他可以发脸书给民众党党员看到，对不对？或者是黄国昌会再赶快办一场欢迎会，不能你办欢迎会会不会害柯文哲？不是你办欢迎会，但柯文哲不要出现嘛，用视讯嘛，对，不要出现嘛。可不他很想办啊，对不对？对。可是整个政治局势你会看到，就重新进入了一个新的开始嘛。那不管怎样，柯文哲出来了，因为柯文哲出来之后，在过去的过程中里面，柯文哲对于小草的影响力，不管怎样，看起来黄国昌还是要借柯文哲的光才能成为影。那接下来往后走，那国民党马上就要启动党主席选举。那党主席选举，每一个人都因为在蓝白合那样一个状况之下，但是现在国民党要开始去思考了，是跟柯文哲谈，还是跟黄国昌谈，然后谁谈得像话，然后呢，那国民党呢，当然小平议员，其实刚刚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关切他？因为你的人头要不要借来用？在一个新的氛围里面，这个对民众党蓝白合来讲，小平兄保重了。你们这些人太坏了！你们这样讲小平，他还要在现场，然后面对你们大家这样讲，他要面对这个问题。你们真的担心会有这个问题哦？小平不是第一顺位，在他前面还有一个人挡着，好不好？有赎会，但是郝龙斌会帮他扛。OK， 从昨天到今天，那法官新政是怎么样的形成？在过程当中，好，那在过程当中，我先讲一个，那这2天从昨天到现在，中间有大家讨论过说会不会交保啊？因为法官没有当庭问过说你们大概能够负担多少钱或什么。我今天开录以前就跟他们讲说，不是第一个，我们的诉讼法本来就没有法官要问你们啊，我裁定谁规定我要去问你们，然后多少你可以负担？沈静晶还记得吗？沈静晶当时要交保的一些条件，不是也拖了好几天？因为他说他凑不出那么多钱，能不能不要这个不要那个？这个是通常有一些案子，法官大概也会问一下说你们有没有可能，但这不是规定要这样做。另外一个是柯文哲2次交保不是吗？3000万、7000万，所以有一个大概的比例的金额在里面。好，果不其然，到了今天柯文哲7000万交保，但过程当然这柯文哲跟应小薇，柯文哲7000万，应小薇3000万保证金，2个人限制出境出海，限制住居，不得跟共同被告未传唤证人接触，同时科技监控 ，OK。那这一段就是刚才为什么包括创嘉跟东豪他们会讲，没有传唤证人其实蛮多的，没有传唤证人，这一段就是检方在昨天一直认为说柯文哲还要继续压，不能够让他出来是几个理由。第一个，他人还在压，脸书每一次开庭都这样砰，这样像话吗？好 ，OK， 这是检方讲的第一个。另外一个，好，检方第一个就是在讲说加禁见，那授权脸书一再扭曲证词，恐吓抹黑证人，以妨碍审判，创造史无前例的司法机关，这是检方认为要严压的，继续压一个理由。另外一个，检方说还有13个重要证人要交互诘问，在10月份的时候，大概尤其在10月16、21中间有几个重头戏。那交互诘问包括柯文哲，有人会说为什么柯文哲？因为我在节目讲过，共同被告之间那互相是证人，所以也要互相诘问。那柯文哲会用证人的身份，然后包括其他几个被告诘问柯文哲，然后就好像包括沈庆金啦、易小薇啦、彭正生，他们也会是柯文哲这个案子的证人，这是诉讼法的规定，好不好？所以包括柯文哲、易小薇、沈庆金、李文忠、李文娟、黄珊珊、黄锦茂、张高翔，甚或在这里面，好，当然橘子也在这个里头 ，OK。那这里面都还有一些证人，所以你怎么弄啊？这检方坚持的是这一段。那今天看起来，法院大概会觉得这些证人有没有再经过交互诘问，跟柯文哲会不会串供？因为大家都知道2个嘛，一个是逃亡，一个串供，可能逃亡的几率不高，但串供的部分是不是也没有这样的一些的可能性？但都好，所以从昨天到现在，大家一直在这里面揣测的是，显然法院是觉得这些的证人跟柯文哲再继续往下，至少他觉得大概没有串供的风险，但是他今天同时也告诉你，你不要再跟他们接触，就你们刚刚讲，不要再出现上次第一次交保，然后回去大家可以这样的欢迎拥抱的这种场合。
必须讲，我今天中午是猜错了。你本来猜的是什么？我本来猜会延压一次啊，因为我觉得在10月1号以前，剩下的这3个证人应该还问不完呢。所以你觉得这些证人是重要证人，最起码还是要交互结果？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我那时候的判断是说，张俊审判长他们大概希望把所有的程序走完。就走完之后嘛，但是走完的话，大概10月1号的话，大概会来不及。但是程序走完之后，随时可以放人。其实我没想到张俊审判长他们的胆子更大，现在就决定了。所以东豪本来判断时间，因为10月1号是这一次羁押期满。对，如果再延一次2个月，就是到12月底。有人讲说到12月的时候，大概也已经辩论终结，已经要延迟辩论，对不对？所以你觉得是10月这次羁押期满，但不见得要到12月。他不会，我本来以为他不会用完的。但是合议庭这样做有个好处了。那对司法有质疑的人，这个时候你也不用讲话了。这个审判庭胆子是蛮大的。主要证人问完就放了，这个就非常清楚嘛。但是从这个动作也可以看出来，大概合议庭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想法。因为包括这些后续这些证人没有问完，对于合议庭的新政大概他觉得影响不大。因为剩下的这3个证人，有的是当事人，有的是沈庆京。那沈庆京过去的答辩你大概可以知道他会什么态度。好，但是这个是个好事。那沈庆京过去的答辩你大概可以知道他会什么态度。好，但是这个是个好事，因为对民进党来讲可以松一口气。为什么民进党会松一口气？因为这柯文哲被讲成是政治羁押，民进党很多立委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呢，谁敢去关说？没有人敢去嘛。那现在法官决定才交保，那跟他们就没有关系了。你后面要再讲政治羁押、政治审判吗？好，那未来不管柯文哲是有罪无罪，或者有罪是什么罪？是图利还是收贿赂？我觉得对于审判庭来讲，他也他不需要说服多数人，但是可以让社会大多数的人可以知道说他的态度是什么。所以以后那个判决书，当然一定会有人不满意啊，但是我觉得社会上比较容易有中立的看法。所以这个在未来一审判决书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对合议庭来讲也有好处。这个时候放时间点，我觉得真的是，虽然我猜错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点还蛮好的。然后当然对我来讲，不是只有司法，还有政治的部分，那大家就会看2颗太阳的戏会不会上演。所以他会对这个最近很沉闷的台湾政坛来讲，会投入一个活水，好不好？整个都会慢慢动起来。好了，那核心还是回过来看呐，就是说，至少不是检察官讲的，法官都买单。这个我觉得对于建立司法的公信力来讲，尤其是审判庭的公信来讲是有好处。OK， 当然你看到柯文哲前主席在昨天的整个要不要继续往下压的这样一个庭里面，当然审判长一开始就有讲，他会让柯文哲畅所欲言，然后也不会打断，但是以前讲过的或是什么那些就不要再重复，那讲了大概30分钟。上工，那30分钟里面，柯文哲讲了很多，包括他的脸书里面，他也讲了很多啊，是不是？我们抄家，对，等一下伟山可以回应嘛？你们民党抄他们家，抄了这么多无辜的人的家，你们抄到了什么？他说你们OK， 抄到了什么？然后包括他不是讲说你们民党一定没想到民众党会这么穷这么清白，然后这所有这些他讲的所有那些慷慨陈词，某种程度你可以想象，小草听了一定心有戚戚焉。但这整个在那个过程当中，你自己觉得，不管是对中间选民，对甚或蓝白之间的合作，对蓝营的支持者，甚或在国内的政坛那一篇的慷慨陈词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一件事就是说，昨天的陈词里面，其实你会让大家觉得他是在开实质审查庭，因为羁押庭的就是篡政灭政逃亡嘛，但是你没有看到他对这3个去极力的争取嘛，反而是觉得好像认罪的人很奇怪啊，这个
说合法却又认罪等等，所以才会引发那个检察官谈那个程序违法跟实质违法的问题嘛，哈。但程序违法、实质违法的问题，这个都应该是实质庭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羁押庭的问题嘛。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柯文哲在那里面的讲话，其实某种程度上有一大部分是在讲他的羁押以后的所见所闻，什么底层啊，考司法官要去要先去羁押1周啦，等等这一些的用词嘛，哦，这些用词，那不管怎么样啦，你法官就是才交保了嘛，哦，那其实呢，所有的里面的讲法，其实还是跟他的支持者在讲话，主要还是支持者讲话啊，因为大家都很简单一件事嘛，看守所关的是哪些人？涉嫌犯罪的人。啊，如果是犯罪被判刑确定的，是服监到监狱嘛？那请问一下，我们在北所里面或是看守所关的人多了，沈进京有没有在里面过？沈进京是底层吗？应小薇3000万才放出来，应小薇是吗？还有前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姓张的，最近不是延押，他是底层吗？所以他用那个涉嫌犯罪者被羁押，变成概换成说是社会底层，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啊。司法官里面不管是检察官或是法官，是在侦查犯罪，或是对犯罪者进行审判。为什么要去跟涉嫌犯罪者羁押关1个礼拜看看？所以他基本上他就在一直把你我插一句话，我觉得，但用柯文哲的想法，以后要当县市长或当总统的人，要不要也去体会1个礼拜？这样比较不会贪污。不用讲到这么严肃，他是在准备阿北蒙难记要出书的准备。那可不可以交给新罗的写？好，没事，他很爱写书。那当然这一段话是讲给小草听的嘛。当然，尤其是他在扯那个4个的认罪很奇怪嘛。然后你看他脸书里面又在讲那个证人0比17，那个我是最纳闷的，用邱清章的讲法，对他是好的吗？所以等等，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某种程度上，还是在有一点政治性的讲话，政治性的讲话，所以他这个就是要不管未来交不交保，他就还是在刺激他的支持者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然他放出来以后，蓝白合，我觉得蓝白合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国民党的主席到底谁属？到底谁属？虽然我们看到郝龙斌写了那个羁押的问题啊，还有也把文章里面还隐约的把绿营骂了一顿嘛，然后民进党涉贪的人都可以轻易的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嘛。当然这一个是跟白银定橄榄枝嘛，因为不要忘记一件事啊，那个好像是从看极光回来以后，怎么台之光跟我这么大的事？然后他就回击说金华城图利嘛。从那时候，整个金华城的事情就一路大家都在讨论了，一路上来嘛。那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众党里面的支持者，接不接受郝龙斌当国民党的主席来谈蓝白合？其实你看郝龙斌的那一篇脸书，他发出来以后，你去看底下的留言，OK， 其实你可以很明确看到有一些人在跟郝龙斌吐槽，那个大概就是白银的人，那另外你回过来要看另外一边，就是柯文哲出来以后，民众党会有什么变化？其实你是说黄国昌会怎么样？很忧郁，或是怎么样？我觉得对黄国昌有利有弊，对黄国昌最大的有利有弊就是，当李四川说明年非我的时候，我不会排斥等等的时候，其实黄国昌要选新北的困难度很高，但不要忘记一件事
党代表大会怎么讨论2年条款的？他说这是他柯文哲决定的。那现在柯文哲出来以后，会不会对2年条款讲话？会不会解除2年条款的问题？让黄国昌继续当立委？所以我就说，对黄国昌而言，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可能太上皇回来了，会不会柯粉又在喊说，那个黄国昌你要不要支持让柯文哲回来当党主席等等的问题嘛？然后另外一个喜的可能是柯文哲出来了，会不会对2年条款讲一下话，把它解除？然后他既然未来选新北市不是这么乐观的时候，他是不是还能继续当立委？所以你回到2年条款在党代表大会的时候。黄国昌不讨论，特别提柯文哲哦。柯文哲出来要讲说，2年条款可以废掉。所以你对黄国昌而言，柯文哲现在放出来，是否成为太上皇的忧虑？跟他选新北未来如果机会不大，还能不能解除2年条款，继续在立法院？因为他舞台总要找吧。所以你说，我觉得对柯文哲而言，大家都说什么忧虑，我就觉得。有喜有忧啦，那你在这个情形之下，国民党到底是该接触柯文哲，还是要接触黄国昌 ？OK， 他会打一个问号。我接下来2个都接触啊，进行，分头进行，同时分头进行小朋友分头进行。可是你负责柯文哲吗？可是你可以想象出来，当法院做出柯文哲交保了后，那在交保包括那时候的裁定里面，大概也会因为检方后面会不会提抗告，不知道，因为法院检方是有权利可以提抗告，因为检方还是坚持说要压嘛。但是法院一定就要在裁定里面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法院一定要告诉检方，我为什么裁定可以交保。当检方前面这一段说，不是他连羁押禁见，他的脸书都还可以在那边每一次开完庭就讲一些，而且检方说什么一再扭曲证词啦，什么这些，法院一定要交代，就是他觉得他的脸书这些对于我交保或是对这个案子的审判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法院一定会交代。显然，法院觉得这一段对他的审判，或是对证人之间，应该是没有造成这么大一些的困扰。那因为交保嘛，所以检方这段显然法院会觉得是这个样。因为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啦，因为那是在开庭，开的都是公开庭，所以在公开庭之下所出现的一些的词，那在脸书上面要怎么 po， 基本上那就是 po 了，它是一个公开庭。大概的大原则是这样 ，OK。那另外，法院一定要交代这些检方认为这么重要的证人，那为什么法院可以裁定交保？他觉得对于后面的交互诘问或审判跟这个案件的进行，会觉得没有影响。大家一定会看的是这些，包括看的是检方会不会要提出抗告的这些。包括看的是检方会不会要提出抗告的这些。那刚才大家都说未来民众党会不会有2个太阳啦，会不会什么太上皇回来？创下等一下跟大家讲一下，对，有那个太上皇回来那个土木堡之变的那个，等一下跟大家讲一下。你每次会讲到民众，然后就回来那些好夺门之变，夺门之变。但是在这个前提，来伟山有没有注意到，包括昨天柯文哲前主席的他讲的话，包括他们的脸书讲的很多的事，都直指民进党。你们抄家抄成这个样，有收到什么吗？他们就是清白，就是清就是白，好不好？就是这个样子。所有的这一切都直指，要不就直指民进党，要不就直指赖清德。我要再次强调，就是民进党基本上就是尊重司法，其实这件事情跟我们根本毫无关系，因为从头到尾我们在看到都是蓝在打白，都是蓝营的政治人物在攻击柯文哲，小平哥就是其中一位。简书培是不是？但是我要说，民进党都是雾里看花，因为真正拥有金华城相关证据的人，其实所有资料都在台北市政府里面。台北市政府现任的市长叫做蒋万安，前任叫做郝龙斌，所以这2个前后任市长，你看他们频频发言，把它包围在一起，所有资料难道都不是从台北市政府出来的吗？所以民进党当然会评论嘛，一定得评论的，所有政治事情在政论节目，在任何地方都得评论。可是我们就是雾里看花，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真的跟民进党真的没有关系。不过说在这次这个
在法院让这个柯文哲来交保，我也是有一点惊讶，因为我昨天的判断本来跟东豪哥一样，觉得还有很多的证据应该还要再满足。不过这应该可以显而易见，应该是法官心里已经有一些新政了，也就是说他认为说，不用每个都交叉诘问之后，其实他也认为，这个所谓的小审1500很有可能就是过去这些前面都已经承认罪行的这些证人，都已经可以去判断，去推论说这个1500应该就是所谓的汇款，所以他认为不需要用进一步的去羁押来取得这个供状。那7000万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那也代表说，法官也认为，可能也有相关的行为。那法官其实我们要再强调一次，我们尊重司法。所以司法要不要去严压他，只有2个重点，一个就是他会不会潜逃，他有没有相关可能会串供的疑虑。那目前法官可能认为，目前可能供词都已经足够去判断他是否有罪，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他认为已经不用再度严压。OK， 那整个过程你可以看得到，当小编。对，就是你。我现在也讲说，不是关他们什么事，都是国民党，包括什么提供资料啦，或者什么告发这些。你看到柯文哲在那个里头里面，他还是一样讲嘛，他生活讲了很多，他讲说林清荣是不是有作伪证，然后包括讲说你为什么不去压裴伟，把裴伟给压起来以后，所有的案件就会水落石出，真相大白，所有这些。可是每一次讲到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民进党朋友都会说。就是周小平啊，当初告发也是他，为什么大家都要扯民进党呢？直接讲到我，那属于那个，你到底告了柯文哲几个案子？再重复一次给我们听。这个我已经不复记忆了，这个我现在。三哥，你不要再害他。来，有没有还没起诉，还在侦查中的？我们谈起承转合，不能拒谏法中间一段 ，OK， 好不好？容我花1分钟，担任一下顾炎武，考证一下，好吧？这个整个，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台志光，然后他打这个郝龙斌，郝龙斌基本上被他霸凌10年了。我们讲一句公道话了，好，那因为他没有职务嘛，他是现任的市长。好，那台志光他又把这个推给郝龙斌，那郝龙斌就抓狂了，郝龙斌抓狂就讲他金华城嘛。等一下，你既然要把。大家把话讲清楚再把郝龙斌这一段全部都把它拿出来，全部讲出来讲。那我们先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因为那阵就是刚讲从台之光一直到金华城，因为那一段时间里面，那郝龙斌前市长他也接受过媒体访问，对，他甚或讲了，因为我记得他们那时候有母约子约啦，大家这边讨论，然后甚或这些。郝龙斌曾经好像有讲过柯文哲是不是有涉及到土地的一些问题，让观众朋友先看一下，来。柯文哲有没有土地厂商？绝对有，绝对有。依法这个金华城这个案子，他的容积是392，依法，他给560就已经违法了。他在560上加了20%容积奖励，30%的购买容积加上去，这通通违法，所以搞出全台湾有史以来容积最高的840，当然是土地300多亿啊。所以，如果你问我柯文哲有没有罪，我相信最后他一定有罪，是吧？所以这个基调不能变，这我跟郝龙斌的认知，对不对？这是我们担任公职，他市长，我是市议员，这是基本的良心。我先讲，好，我把它讲完，然后一路走来，然后后来因为最早的时候，谁先揭发的？高嘉瑜、苗博雅都没做大，可是郝龙斌是市长，现任的一个现任市长，2个市长撞在一起。彗星撞地球，但爆炸嘛，这新闻。那这个是3、4月的事，我是5月去告啊，干嘛揭发，对不对？对。所以这个我先讲新闻为什么爆炸起来，我先讲。好，那开始第2阶段开始查了，谁给资料？当然是蒋万安指示李四川给廉政署的资料，所有的要都调嘛。这每个案子都一样，也不要去灌蒋万安，这任何都一样，清北都一样。我跟你讲，这第2阶段，第3，好，那接下来我去按铃告啊什么？可是我要讲的是什么事？我要讲的是冤有头债有主，不能让有人这个百花丑女过，片叶不沾身，那个叫黄珊珊，好不好？好来，前面记不记得他6张他亲笔签的便条？柯文哲啊，对，那林清荣是不是反对派？柯文哲也是反对派哦，柯文哲也是不要给他这个2018年以前，对，所以什么时候开始大转折？9弯18拐跟北宜公路一样，什么时候开始？2019年的11月，黄珊珊接任的副市长，那开始了一个史上最伟大的3场会，叫便当会，3场都是应小薇主导的。第一场2020 3月，2021 4月，2021 8月，前面2场
通通抗拒不参加，叫公务副市长，叫彭振声。请问你便当会要谈的金华城，就金华城当然不该谈便当会，可就算谈了，公务副市长不在，不能谈的。你谁可以？请问你，黄珊珊的副市长可以决定公务副市长的彭振声的职权吗？当然不行，这大家很清楚。照样过第一场彭振声缺席，我大事记讲一下，提醒大家，然后通过。今天彭振声从头到尾都反对私对公，所有的案件督审都是公对公，就是都发局送给公文送给都委会，总共决定了181次彭振声任内哈，那只有一个是自己公展盖章的，叫阿北自己盖的，因为彭振声不要盖，好不好？那第二场这是已经通关了，启动第二场决定黄锦茂都发局长，那担任这个案子的 PM 请协助。第三场彭振声被压了，只能来参加了第3次便当会，然后决定干嘛？协助这个公展啊，都委会让他通过，对吧？我简单讲是这样。彭振声可怜呐，彭振声前面是抗拒，不是？今天你谁骂彭振声，谁骂林信，我觉得不公道。别人是守土有责，认为这是官商勾结，认为这个容积这样给不对，因为那不是都更用地，好不好？我很公道，我中小平天地良，头上3尺有神明，我讲这个话。所以他们发明了类比都更，是什么任性城市嘛，打一大堆玩意儿。好，然后呢，那彭振声，然后后来也无奈，也是爱做官呐，然后他就协助了，对不对？可是其实他是蛮可怜的，所以那重点是3场便当会的灵魂是黄珊珊，黄珊都没事哦，有没有人传他一下？不，今天有传有证人嘛？那要问出了什么？不，今天法律上你或许你厉害，你是律师，你没罪。可是你引狼入室，那个狼就是我们的中常委沈庆金，你介绍这个沈庆金给阿贝认识，阿贝才堕落的嘛。大家话要讲得清清楚楚，好不好？小兵，你现在基调还是一直都要把这些这样。对，我跟你讲，你真的不担心他们刚刚所讲的那个蓝白之间？你小心一点，举头3尺有神明，平视对面柯文哲。不是，我是不是市议员？那蓝绿白的市长，如果官商勾结，我该不该揭发？该吧？是吧 ？OK。好，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我讲这个数据，老百姓也是有他的想法。正传媒是不是做了一个民调，叫做蓝白合是不是56%同意？对，那是为了2028胜选，2026胜选。好，那这是最高的民调。请问你第二个，正传媒又做该不该放阿北？前几天做47%该放，39%不该放，这基本大概占了90%的蓝白支持者。另外他关太久了。那如果正传媒如果下次再做个民调，拜托我建议。阿北是否是清清白白？你认为反对是认为他站他清清白白，跟不是清清白白是多少？绝对是远大过他。这第3个民调，第4个民调，我们应该问的是，如果蓝白要合，要不要放过钟小平？我个人视角，我在节目讲一些道理。第四个民调题目，然后请问你，他跟沈金星的这样的作为，多给容积，是否这个为官商勾结，是否符合这个白的年轻人的想法跟精神？这个再做个民调，都不一样，一定是越来越低嘛。所以道理是一件事，那有没有犯法？犯法就看一审怎么判嘛。可是重点就是说，那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我们揭发这个案子，当然承受很多的压力，对不对？是嘛？可是我心如秤啊！我不是法官，也不是检察官，可是我们的秤是表示我们是公正的议员。小平，我请问一下，其实包括像郝龙斌发的那个脸书上面所发的那些啊，有人说，当然可能他要参选国民党主席，希望能够扫除一些蓝白合的阻碍啦，他也不想当做那阻碍的石头或什么，他总要表达一些善意。可是蓝白之间对于阿北这个案子，就像郝龙斌那一篇，他的意思好像也是说，你要给柯文哲一个公平的机会，司法不能够变成政治的工具或者什么，所以你们的在乎的是不能再积压这么久，或是司法不公。白银最在乎的是那4个字：清清白白。是，所以你们的立场这点是不太一样。请问你国民党领导者卢秀燕大头哈，主席朱立伦，然后这个最重要的参选的下一任主席郝龙斌市长。然后这些大头侯友宜、韩国瑜，哪一个人从他嘴巴里面讲出来，柯文哲是清清白白的案子有吗？这我们是蓝，他是白，我们跟你合作，可是我们不是你，你也不是我们，我们就合作是有一点黏，但不要太黏，要共同合作
然后打败民进党重返执政，对吧？蓝白，OK， 是就是56%的想法嘛，是。可是事情的本质是不可以扭曲的，事情的本质，就是一场官商勾结，沈庆京跟柯文哲的事情嘛，这是两件事了，我觉得要讲清楚。OK， 人道是一件事，有没有办法是一件事，有没有官商勾结又是一件事，哎，对 ，OK。但就好，陈佩琪最近这一阵子啊，包括发文啊，包括各方面，其实你完全可以想象，他为了要救夫，为了什么？包括昨天他在那个囚车的那个走道，透过那个栏杆。他就只问了那一句话，他就柯文哲到底犯了什么罪？包括昨天他在那个囚车的那个走道，透过那个栏杆，他就只问了那一句话，他就柯文哲到底犯了什么罪？然后你们要用这样的独裁的政府，然后要把它这样。那陈佩琪最近的发文都是这个样，尤其在前两天他那个签字文，有人把它里面全部都很仔细的爬书，然后大家讲说，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会发这些文？当然也有一些人推论会说，未来会不会有所谓的什么财产来源不明罪，会不会也要启动或什么？这些都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对，因为陈佩琪的这个签字文里面要搭配陈佩琪这一段时间以来动作一起来看，因为陈佩琪不是只有在这个时候发这个签字文，他在之前就发了很多篇，包括他跟他先生记忆的一些文章啦，还有他对这次判这个我们讲说在整个司法过程中的行为中的质疑啦，所以陈佩琪的这一系列的行为，包括陈佩琪在上个礼拜的时候，他也出席那个活动嘛，所以陈佩琪的行为是要整个连在一起看，而且我们在节目中其实就告诉过大家，我个人自己觉得这一切柯文哲跟陈佩琪的动作呢，很多已经不去谈司法事实的部分，比较像是为了柯文哲出来之后凝结小草，重回旗下去做准备了。OK， 因为这个政治动能呢维持起来，我觉得这对柯文哲夫妻来讲，这都是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回来谈这个签字文的本身啊，就之前的行为是一件事。那我们光是看这个签字文，因为我看了好几次其实柯文哲发文就是说我们讲说昨天那一篇跟陈佩琪这一篇，其实某个部分很像。这个陈佩琪的第一段跟柯文哲这一篇文章，这个第一个部分他们的用意都是希望动之以情啦。这动之以情的部分，所以这个陈佩琪的第一段谈到他跟他先生里面这个柯文哲回国之后啦，创建这个叶克膜团队啦，等等等等的这一大段呢，就是他动之以情的内容。其实下面要讲才是肉，才是他想要表达内容的部分。但是他跟柯文哲不太一样柯文哲那一篇呢，其实整一大块。他大概就是纯粹就是希望能够小草你要多看一下，所以这一篇的内容都是要召唤小草为主。那很多人大概这个你要看美高，要看的是说，当柯文哲去跟你谈到说，这个在3坪大的空间里面，那个马桶的距离很近，然后传出来的味道很臭，然后告诉你说在这个里面他忍受了多少这个日子，然后那个阳光又看不到，然后只有一个小小的口可以看到外面而已，这些都是抒情文的手法，这都不是在论述的手法。所以这些抒情文的内容都是希望小草来看看阿北到底在关心什么。可是你再注意一件事有一件事情是柯文哲我们讲说从政以来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呢一整篇其实明明要谈他自己的文章，但是他就一定要带到大的公共政策，带到狱政上面去，说你看这么多社会底层的人都遇到这个状况，说你看这些人，然后说这个在监狱里面还有钱卡这件事情，你知道多少人钱卡里面是没有钱的？这些东西关柯文哲什么事？关本案什么事？一点都不相关啊！那请问一下，被羁押进去的人一定都是属于社会底层吗？也不是啊。过去我们知道有多少的经济犯，那些人都有钱到身价都是上百亿起跳的，这些人他就算羁押到里面去了，请问他钱卡里面没有钱吗？但柯文哲不理他他不在柯文哲继续的范围之内，柯文哲只跟你讲底层的人，所以这一套论述的方式呢，是过去小草他们接受的一种柯文哲宣传的模式，就是告诉大家说，即便阿北现在受苦，但阿北关心的呢，还是国家大政的问题。阿北关心的还是内政层次更高层次的问题。这个更高层次的问题，就是柯文哲过去呢，只要是谈到跟他个人有关的，他一定最后会跳出杀一段出来。这一段是国家的问题，阿北还是心系国家的。所以这套模式在昨天那篇文章里面，对我来看很熟悉啊，因为过去很常看到啊，所以一点都不会觉得很意外。
导致在陈佩琪这一篇里面充满比较多让人家觉得说值得讨论的地方。为什么这样讲？陈佩琪里面哦，他提到了几点哦，上面扣除掉抒情文那一段，下面他提出来的列出来要谈的6大点里面，那6大点才是陈佩琪真正想讲的话。6大点里面包括很容易被打脸的内容，可是陈佩琪不管，他照写。我举例来讲，这个6大点里面哦，他提到一件事情，提到第一点的部分，他说。你们外界媒体都说柯文哲说他对这金华城的事情都不知道，没有参与，没有下指令，这些东西他都没有参与过。那这些都不是我们讲的话啊。他说陈佩琪说了，他自己要讲的话是说，在公展之后他就没有追踪，没有再参与。意思就是说呢，我哪有说他什么都不知道，我哪有说他都没有参与过？我是说公展之后他就没有再参与过，他就没有再指示过。那这件事情哦，我简单哦做个很简单的打脸哦。你知道公展是什么时候？金华城案公展是2020年11月的时候公展哦。2020年11月的时候公展，那我请问一下，按照陈佩琪所讲的话，公展之后就没有再下过指令、下过纸条、再下过任何的指示，再也没有追踪过。那柯文哲应该是没有嘛，对不对？可是你去看起诉书的内容哦，在起诉书里面提到2021年或是2022年的时候，我忘记哪个年份哦。柯文哲下条子下给台北市政府的产发局局长林崇杰，告诉他本案快就好。请问快就好，5个字我们讨论过嘛，对不对？那至于那个讨论到底要接收金华是什么案子，这个我们就不再赘述哦。快就好这3个字，这是下条子下来的内容。请问这个是在公展前还是公展后？是在公展后哦。所以你会注意到哦，有很多的下的指示跟条子是在2020年11月公展之后。柯文哲在下条子，但是现在陈佩琪告诉你说，2020年这个公展之后，我们都没有参与，柯文哲都没有参与，都没有指示，所以显然这么容易被打脸的内容，陈佩琪为什么要把它写出来？表示陈佩琪他希望你去看的是什么？他希望你的去看的就是说，你看这些人都在污蔑柯文哲，他们讲的话都是被打脸的，因为如果不是像我们这一直在这个政论节目上面在看这些文件、看这些内容的话，普通人不会像我们一样知道公展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不知道说公展前、公展后还没有下条子，这些一般人不会注意到，一般人只会注意到说，对，就像陈佩琪讲的一样，这些人果然都乱讲，阿北明明讲的就是公展之后，他们讲阿北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所以周刊上面写出来2016、2018的那些资料，阿北本来就知道嘛，因为那些周刊列出来的时间都在2020之前嘛，所以你看陈佩琪塑造出来就是这个效果。那对小草来讲，它就有巩固小草的作用，小草还可以拿去跟人家吵架，这才是最厉害的，因为他拿去跟人家吵架的时候，被吵架的人还不知道说公展之后有哪些条子是柯文哲下的。像这种林崇杰写的快接到的快就好的内容，一般人怎么知道2021还是2022年？所以陈佩琪所写出来的话呢，它是有意义的。再来，陈佩琪写的话更有意义，在这个地方，他提到啊，就是说讲说他什么法律教育那是另外一件事。他讲到 ATM 存款，然后讲到说他对小孩子哈，说这个对于小孩子的这些存款内容、理财内容的部分，这段很有趣。他提到 ATM 理财的时候呢，他第一他讲说。哎呀，这个以后哦，大家去存款的时候呢，对每一笔钱存下去的钱是从这个东豪哥身上来的，还是从创亚哥身上来的，还是从这个伟山身上来的，都要注明清楚，而且都要写清楚。如果不写清楚的话，哪天检察官问你，你讲不出来的话，你就有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问题耶。他这个部分，你看哦，五哥，请问财产来源罪这件事情，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一般市井小民大家都会面对到的罪名吗？当然不会，不是呢。他把财产来源不明罪，他用这种写法，感觉好像一般哦，你只要是小老百姓呢，只要对你的去存钱的存款交代不清楚的话，你都会有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问题呢。他的写法是这样哦，所以你去注意他那第4点的写法，我那时候看的时候觉得很讶异哦，因为他的写法会让人家误会说，这个每一个人，我们市井小民每笔钱去存钱的时候，你以后人事实地物你最好都交代清楚哦，谁钱给你的，然后谁什么时候存进去的，所以他的写法呢充满了误导性。但是针对关键的部分，尤其是针对他帮他所谓的，因为他把他名下的公寓810万卖给他儿子，所以在把810万的公寓卖给儿子之后呢，为了要有一些跟税务上有关的行为，他会有分阶段的去做，把钱存到他儿子的这个账户里面去，然后这里面的财务往来的行为，他要跟国税局证明说他有长期的投资跟赠与的行为。好，他在谈的时候呢，他特别谈到一件事情，谈到说。这个他在这个2020年的3月的时候，他说2020年3月18号的时候，他把钱存到小孩子的户头，他说我怎么那么衰？
我把钱存到小孩子的户头里面去，我怎么知道我3月18号存钱，3月10号会有便当会，3月10号有便当会，然后4月份的时候呢，柯文哲就直接交代这个彭正生他们，让本案就直接转送杜委会去做研议了。他说我哪有那么，他说我就是这么倒霉的倒霉鬼，但是他没有讲的是，他只有讲一段，因为整个部分你可以看到。陈佩琪的 ATM 存入的行为，至少以金华城这个案子来讲，看到是2个时间点。第一个时间点是从2020年的3月份到4月份的时候，第二个时间点是从2023年的2023年的大概8月过后，8月10月过后，然后一直到2024年的5月的时候，那2个时间点的不一样是在于说，2020年比较像是一个启动点，2024年、2023年呢比较像是事情完成了之后呢，那个交代给钱的时间点，2个时间点都有给钱，但是陈佩琪去描述的只有前面第1段，没有第2段的部分，所以陈佩琪为什么只描第1段，他不去描第2段，这件事情很奇怪吧？但是陈佩琪去描述的只有前面第1段，没有第2段的部分，所以陈佩琪为什么只描第1段，他不去描第2段？这件事情很奇怪吧？这件事情很有趣啊，他就只谈那个第1段的部分，然后把第1段解释成为说一个妈妈赠予给儿子相关的理财行为，然后你把它跟这个先生在从政之后的行为跟市府的动作连结在一起，然后变成是收贿的证据，这样情何以堪？但你要问的是哦，为什么你只有谈第1段，你不去谈第2段？第2段像是完成事情之后的后谢。这一段不会看起来更敏感吗？所以陈佩琪所写的这个内容哦，很多部分呢都让你觉得说他写的部分看起来就是要带一个风向，但在带这个风向呢，他其实一方面召唤小草，二方面呢，他不是没有说理的部分，但他让你听，让你聚焦某一方面的理，然后对于另外一块对他不利的部分，他完全把它排除在外。所以他写的内容有没有玄机？当然有玄机。这个玄机就是哦，他现在所写的，加上有很多小草主观认为，这个阿北被押进去带酒，这后面的这一段都是政治收押。你看，我跟你保证哦，接下去呢，这个柯文哲今天交保出来之后呢，就会开始有小草要带说，果然是政治收押啦。后面这段很多都是不应该待的，现在连法官都看不下去了啦。然后连法官都看不下去了之后呢，他们就会把我刚刚所讲的这一段陈佩琪所提出来的部分，当做他们拿来跟人家吵架的部分，一段一段贴上去，复制贴上给大家看。所以这些就变成小草接下去跟大家吵架的吵架本。所以你看柯文哲敲保证出来这件事情，我跟你讲。这只是一个开始，绝对不是结束。OK， 那当然这个开始对国内政坛未来会什么一些的影响？我想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你刚刚有听到小平讲说，因为最近啊，不管从830，因为830那是在台北市嘛，那当然对蒋万安市长的处理或发言，民进党有很多议员很有意见，然后讲你的发言怎么会这样？郝龙斌前市长，刚才你也看到那个过程，他也曾经接受过媒体。那可是我注意到，民党朋友对于他们这些发言者，他就是因为要蓝白合，你们现在讲起话来，只要碰到白营的，碰到柯文哲，然后所有蓝营的，不管是首长或是以前这些所有的政治人物，讲话都特别温柔，讲话都特别双标。你们认为是这样吗？确实是这样，因为现在前面跟后面不一样了。我们看到过去这个蓝营是非常非常用力在抨击关于柯文哲的金华城案件，包含像游淑慧，包含像小平哥，其实都是如此。可是我们会看到现在好像疑似是为了蓝白合，或是为了感谢先前在罢免时期，这个白营拼命来帮忙，可能要给予这个橄榄枝也好。对于他们来说，蓝白合可能是未来的目的。那对我来说，我觉得国民党也是相对于等于对自己是没有信心，他不相信自己一个泱泱大党，一个100年政党，在未来还能够重返政坛，他一定得借助白营的合作。那也代表说，国民党现在对于流量是上瘾的，因为他发现白营他有更多的所谓的在网络上的这个政治的能量，或是很多的声量，那这是蓝营本身缺乏的。所以对于自己的没有自信，就必须要跟白营来做合作。那其实导致很多可能未来蓝营也会慢慢被白营蚕食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想这个其实在基层上大家是有讨论的，其实在基层很多的基层的一些议员们，国民党的他会认为说，其实在这个阶段根本就不应该蓝白合，因为对于他未来的政治板块并没有好处。所以这个在蓝营未来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分裂。那我想白营现在当然是他要奋起直
期直追啦，在这个柯文哲终于可以放出来的这个当下，那我觉得之前这个希特勒的这个政治宣传师，他有一个说法，就是谎话讲久了就会变成真的。那你也要用更多的这个所谓的真实去支持谎言。那这个对于陈佩琪他昨天的这个定调，其实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方式。第一，他还是要再一次强调柯文哲是清白的。那我想这段时间里面，白银不断去自证就是这个事情。那再来就是他用了很多的所谓的部分的真实来支持谎言，也就是他只讲了第一段，但却没有讲第二段。那这些都会形成未来大家一个好像很简单的一个共识，就是是不是柯文哲真的没有问题？可是这最终还是得交由司法来判定。那一旦司法判决下来之后，蓝营如果要持续做蓝白合，那会不会导致本身自我的反噬？那这个是蓝营的政治人物必须要思考的地方。正好，其实好，我们大家就讲，当柯文哲前主席今天交保以后，在国内政坛会出现的一些后续的影响。第一个，检方一直讲说他都还在羁押禁见，脸书就可以授权一直不断写。那交保以后，我相信脸书应该还是会继续往下。对，第一个然后柯文哲前主席本身就是金句创造者，他讲话一定都是媒体所有注目的焦点，所以接下来对国内很多的政治上的一些事情，他讲的话一定也是他注目焦点。第三个，接下来呢，到后面每一次开庭，你可以想象柯主席要去开庭以前，那个烤肉架大概摆的所有要堵麦的那些记者，一定就而且不见得会问这个案子而已嘛，一定会问国内政坛最近的这些，一定都会问。那他一定会发表他的一些看法。然后呢，刚才讲说他是不是不能接触包括一些还没有传唤的一些证人，这些证人在12月21号，这是法院直接下的，未传唤证人不得接触。但是这些在10月21号左右大概全部都传完。是。所以刚才各位所讲的，那不要进民众党，不要大家见面拥抱，不要什么，就不出现了。所以接下来，那好，就是回到刚才又讲到，未来会不会有所谓的两个太阳的一些相关这样一些的问题？因为毕竟柯文哲主席对小草对什么的影响力，大家都看得到。那所以所有这些，或是讲，那对黄昌主席来讲的话，你觉得未来这些局会有什么影响？830一直到现在。那民众党直接有民意代表直接出来说，如果你们法院要办黄国昌，那影响很大哦，尤其对绿营影响很大哦，会这样吗？不，黄国昌的那个就是那个走读那个事情，那个太好判断了，最多啦，就1颗罚金，最多大概就1颗罚金啦，那黄国昌可能会做什么事情？我拒绝缴罚金，你要怎么样？那检察官就只好他个梦内修。我要因为你拒缴罚金，然后就要要拘押你嘛。好，所以这是后面的戏嘛，这个也可以留在以后再看，好吧？那柯文哲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台北地方法院的烤肉架里面，黄国昌就要站旁边，因为黄国昌在这个案子里面，他就是个路人甲，他不是证人，不是什么，他什么都没有，他也连律师也不是，但是他可以站在柯文哲旁边，可以，所以黄国昌就会站在旁边。那黄珊珊就不可以，在没有被问完之前就不可以。问完以后，那也没有问题。啊，所有程序是这样子。那2颗太阳的问题不是马上就会开始产生碰撞，它是慢慢的、渐进的。就有柯文哲在的地方，它就是会慢慢开始发光发热啊！不管你喜不喜欢他，黄国昌遇到柯文哲的时候，你还可以看一下2个人互相礼让一下，好不好？可是。只要在台北地方法院前面放烤肉架，那个主角呢就叫柯文哲。好，那对柯文哲来讲，这个事情放出来以后呢，至少，大家应该会同意说，对柯文哲，在做这个结辩以前，会比较公平。他的律师讲嘛，柯文哲是趴在地上记录律师告知的片段资料。我跟你讲，这些律师这个是投机取巧的讲法啦，因为有绿箭的律师就知道，绿箭的时候不会趴在那个地上，对啊，绿箭的时候他是在一个长方桌上，然后呢，除了监视器之外，因为监视器怕当事人万一发生一些状况的话，他要能够冲得进去，就剩下应该就不会有人在了。然后呢，律师跟柯文哲就坐在那个上面，他可以坐在铁椅子上面。很顺利的书写，可以交换很长的时间，
意见，这才是真实的状况。就像说柯文哲讲底层这么讲哈，我不要用柯文哲讲柯文哲，大家会有情绪。我用陈水扁，陈水扁那时候2008年后就被马英九关起来嘛，这样讲就叫不精准，应该讲叫特侦组把他关起，把他申请羁押禁见，法官同意嘛。陈水扁在土城的时候也一样，他好像是中医还是校医，我忘记了哈。他那个房间比较小，柯文哲的比较大，柯文哲的是3坪，阿扁的我记得不到2坪，应该是1.32坪的总统。没有，不是1.32坪，他不这样写，一定比这个还多，但是不到2坪。陈水扁被关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独居，有的时候是有室友的。为什么？因为他是羁押禁见中的人，所以放他旁边的人也通常都会知道也是羁押禁见的。这2个人都不能出去随便串证或者去带消息。但是不是每一个跟他住在一起的人，随时都能够有这样子的人，所以有的时候会换。那有时候房舍不够的时候，会把第3个放进来。这个是这个看守所的实务，就是说如果有3个人的时候呢，这3个人都是不同的案子。好，但是检察官为了要制造社会气氛，要争取法官同意嘛，他就会讲出这样子的，他这是切香肠，切对自己有利的一段。可是回过来核心还是到时候12月延迟辩论完之后，法官的新政会是什么？我比较有兴，又怕猜错，不过没关系。法官在彭政声那一庭最后的时候问了彭政声一句话，说：“那你还维持认罪吗？”彭政声说：“维持认罪，而且应该有讲希望能够从轻。”因为彭政声讲的证词，有的时候对柯文哲有利，有的时候对柯文哲不利，有时候有利，有时候不利。举一个例子，因为刚才小明讲那个，你知道2019年，不晓得是10月还是11月的时候，柯文哲有一天忽然间问彭政声，金华城那个楼地板面积怎么不见了？那个在便当会，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便当会，第一次便当会是2020年的3月是第一次3月嘛，还没有便当会的时候，柯文哲就会问彭政声说：“为什么金华城的楼地板面积怎么会不见了？”上一幅记的那个数字嘛，12万，120,284.39。对，我每次都记不起来，就说我想说我讲的这些都是这几天开庭的过程。那你如果是审判长，你是合议庭，你为什么你要问这些？为什么要问这些啊？那个但是12万平方米那个是检察官丢出来，然后彭政声回答有这件事情，所以再看这个事情，一个是2颗太阳，另外一个什么？司法的公信力，柯文哲有没有公平的对待？除了当事人之外，还有一个是社会相对多数的人觉得柯文哲有没有被公平对待？这个会很重要，因为将军院法官他有一次在审理幸福人寿邓文聪的时候，邓文聪那时候被羁押禁见，我们有一个司法前辈老记者，有一天就跑，那个时候他还是法官，还没有当审判长，就到法院北院的4楼，然后透过法警打内线电话给将军院，说他有事情要找将军院，那将军院就出来，然后我们那一位贤拜就跟他讲说，你那个羁押送达有问题，就是说那个这个押人有问题啦。那将军院当时呢，就稍微跟我们这位前拜大我们很多解释了一下，之后他做了一个动作，马上告诉他的庭长，庭长再告诉院长。就是我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因为为什么将军院讲说司法很脆弱？将军院这次这个合议庭做这个事情，虽然我猜错了，可是我希望这个事情能够让一般的人对司法多一点信任。司法并不完美，但希望透过这个事情，可以让司法对大家可以对他多一点信任。OK， 来创夏，刚才大家形容都用2个太阳，我看到你一篇文章，你用大灯泡小蜡烛，什么意思？好，来明朝的夺门之变，大灯泡的意思就是，你看这个灯这么亮，我现在点个蜡烛起来谁看到它的光芒？然后现在呢，对不对？叫大灯泡小蜡烛，小蜡烛就会看不到。然后黄国昌我说前就讲说，
You have no cars。那有听到大黑中小人口广告之嫌啊，就继续讲。就是对，这段把它剪掉了。黄国昌接了位置，接了这么久。各位不要这样。他因为柯文哲今天交保，所以他现在对他压力很大。我们体恤他。对。然后黄国昌当了党主席这么久，可是他要怎么样？他没办法有新的论述，没办法有新的光芒，没办法有新的发光体，让民众党跟他去。所以你看他不断的要去救柯文哲，不断的要阿北蒙难1周年，要到前面去走中或走读，好吧？走读，你给他讲走中，啊，走跳也可以，对不对？所以我就说他根本就是光芒上不够嘛。那至于夺门之变是什么呢？就是当年明英宗的时候，在太监王振的这个出征土木堡，被那个野先抓住嘛，40万大军全部被打垮。抓了以后呢，就想说，哎呀，抓到皇帝太好了，所以他有个外号叫做叫门天子，就把他天天的催到门口去，到个关口就是天子出来了，哎，你们投降吧，就一路差点打到北京。那北京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国家的皇帝都被抓走了，所以就把他的堂弟明景宗推出来，先是监国代理的意思，先监国嘛，对不对？监国之后，那监国一阵子之后呢，后面讲说，哎，大家就抵抗，结果竟然挡下来了，北京救下来了。救下来之后，监国一阵子之后，就开始3请3让啊，谦让一下啊，然后最后就自己接了皇帝位，然后接了皇帝位还说，我一定要把哥哥救回来。所以呢，我当了皇帝之后，我不会立太子。太子还是哥哥的儿子，哦，这样子多感人呐！那结果后面也先发1年多之后，发现说这个皇帝没用，就把他明英宗送回来了，就把他放回来了。那放回来之后呢，也是一样，这个弟弟一定要说啊，哥哥你终于回来了，对不对？赶快颁一个很盛大的欢迎会。可是那个欢迎会里面情绪就出来了啊，因为那些老臣啊，像上义夫啊、钟小平过来就是皇上。您辛苦了，我也是老臣啊。那这2个不能指老陈，不能指陈东好吗？啊，不要这样子，大家都是老陈，算一下。因为只有我姓陈，我是河东。结果呢，那一下子英宗和那个景宗2个人讲皇上是谁，互相看了叫一声皇上，大家都回头，大家2个人都回头了，对不对？然后最后呢，弟弟就越想心里就是，然后哥哥就说啊，这1年啊，弟弟都是你辛苦了啊，你就继续扛下去吧。然后最后呢，弟弟就越想心里就是，然后哥哥就说啊，这1年啊，弟弟都是你辛苦了啊，你就继续扛下去吧。哥哥我历经苦难，我好可怜哦，睡在马桶旁边，他们只给我吃生羊肉，都连烤都不烤，好可怜哦。然后皇后哭的眼泪都已经这个时候瞎掉了，然后就这样子，哎，可是后面觉得这样不对，有个太上皇太再麻烦了，爸他说哥哥你辛苦了，我已经准备好兰院，清理干净。请你去里面好好休养，但是他很怕那些老臣啊，很怕哥哥重新冲出来啊，所以呢，就把那个用铜枝熔掉之后灌到锁里面去，所以那个门永远打不开。然后当时没有科技监控，所以他很怕大臣哦爬树跟皇帝打招呼，所以兰院周围连树都能砍光，通通的不让去。可是你这样搞法，但是里面呢还是有很多人怀念旧皇帝。最后呢，景宗生病的时候发起兵变，直接把门给冲破，然后把哥哥重新请出来，重新接位，那叫做2个皇帝的故事。然后又把他的儿子重新的找回来，重新当太子。然后当然那个太子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万贵妃的故事，那是另外一回事了。OK， 不过对于整个柯文哲主席交保出来以后，黄昌主席发了脸书。历经了1年莫名其妙的关押，北院终于裁定柯文哲主席得提出7000万元现金交保，这么大的数字，即便对一个医师家庭仍是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我更担心的是，主席不会愿意接受法院要求如此高的交保金额，因为面对这个恶意的政治追杀，如此高的金额毫无道理。特别是经历了半年多的法庭审理，检方根本提不出像样的证据。但对我们而言，无论如何，先救出主席最重要。我希望柯 P 能点头接受。上高有没有？医师家庭7000万是难以承受的负担，然后这是一个恶意的政治追杀，
柯文哲他担心柯文哲不会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交保金额。上一次7000万，柯文哲没接受吗？有，那他这一次担心什么？担心他要借钱。前面3000万嘛，哈。对，就黄国昌的老婆提个行李箱过去的嘛。那7000万上一次就已经缴了嘛。所以上一次愿意缴，柯文哲愿意出来，黄国昌担心这个干嘛？他是担心他又要叫他老婆提3000万吗？现在最有趣的问题是，交保柯文哲有说不出来吗？不出来，现在大家就回过头来，黄国昌，这是交保你帮多少嘛？现在大家回过头来再看他，他发那个脸书的时候，我觉得此地无银300两嘛，这个柯文哲不会接受。那我要劝他接受，这很奇怪啊。那上一次7000万就接受了，上一次7000万有没接受吗？因为柯文哲曾经有过，还记得吗？7月15号那天，柯文哲说，那如果1亿交保金，这是没有意义啊。对，他说他宁可关在里面，他说他怎么可能负担这么高？他宁可关在里面，他不要出来。上次7000万出来了，但这次是7000万，跟上次一样。对啊，那我就不懂黄国昌有什么疑虑，说柯文哲不接受呢？我不懂如果说大家都要救柯文哲，黄国昌现在应该是跟他老婆提着钱过去才对啊。上一次不是这样吗？那这一次为什么不是这样？因为他财产申报没那么多现金。他上次也没有啊，大家也质疑他啊。他说他们是很多朋友借的啊。那这一次很多朋友都不见了，都不理他了吗？没关系啊，他岳父有钱了。没有，那你就总是，所以很简单一件事。黄国昌讲这一些，我都觉得有一点投射心理了他的心理投射面对这一次交保，但是上一次跟这一次，大家看的是上一次你老婆都不惜扛着行李箱3000万进去的时候，大家就回过头来看黄国昌这一次呢，这次你要扛多少去？因为上一次还有7000万以后是陈佩菊去解定存啊，什么嘛，好。那这一次我们就等着看黄国昌要不要带钱过去嘛。就是说没有用嘛，提东西去比较现实一点嘛，对不对？你说劝他接受，你钱拿去嘛。如果柯文哲说不要，那再说嘛，对不对？那我就不懂啊，这个上一次提前去的标准，这一次又不一样，还是他现在在不在国内，我也不知道了，因为立法院现在。那个没有开会嘛？对，没有开会嘛？你看季家庭他也没出现啊。今天交保，我不晓得他会不会，如果他在台湾会不会赶到北检去嘛？除非一件事啊，因为他不在北检，所以这一次他没办法叫他老婆提前去嘛。我也不知道。但你可以想象，就是当柯文哲如果要是交保金送到，然后柯主席，然后从出来的那个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不管是小草或是小草一定啊，一定会有小草一定都在前面那一定是个大场面，一定会是这样。没错啊，各台摄影记者会去，然后社会记者已经在 stand by 了。对啊，那就一件事啊。上一次交保的时候出来，黄国昌2度都在不在？都在啊。那这一次他在不在？当然也要在啊，一定要去啊。好，第一个在不在？第二个有没有帮忙凑钱嘛？这很现实的问题嘛，因为上一次是这样，这一次你是不是这样嘛？多少出一点，不要每一次都要人家扛3000万，好不好？多少出一点，那比照上一次好了。不会，要留一点额度给小平去展现善意。关我什么事啊？但小平，对你们来讲的话，其实当然大家刚才都会把重点摆在那蓝白合之间，会不会因为柯主席出来，因为毕竟跟黄章主席好了，你也有讲到说要跟谁谈，还是两面谈蓝白合所有的这些的问题。可是也有人讲说，因为对柯主席来讲，他出来以后，对他来说，他是整个案子对他来说要解决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势必要重心第一个摆在打官司，但是。政治的氛围好了，虽然政治跟司法本来这个应该是两边，但是政治的氛围跟司法之间是不是会有一些的影响性？所以柯文哲主席，你觉得他对蓝白合会不会更希望蓝白合？蓝白合拿到天下，因为我记得国民党的有很多朋友，虽然这个说法也有点怪，国民党有很多朋友都说，如果当初2024蓝白合。他今天会被关吗？对不对？你有没有讲过？应该这样问。不是蓝白合，你会去举发吗？不会。很多蓝军都是这样讲，是不是？
可是就是要蓝白合还是蓝白翻？翻就翻旧账。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现在种种，譬如今日生。就从今天开始嘛。让大家也忘掉你举报告发的这些了，就尽量忘掉了。而且我哥，你们发现吗？今天民进党这边好轻松哦，都不用抢这一题。这我现在干嘛要跳出来抢这一题？对，他们就轻松啊，松了一口气。人不一样，形势也不一样，两个都要分头谈。我们是跟着蓝白合，政治是浮动。你分头谈怎么？这总要有。不，真的只能分头谈。你记不记得《投名状》那部电影里面说的，只能有一个头。那这是那里头包括二虎跟庞青云那时候不是为了要不要放那些太平军的那些，大家在那边搞成那样的时候，然后那个庞青云就是李连杰的角色说，你永远记得一件事，只能有一个头，就是这样。然后他们就是两个头，没办法。一个是法定的党主席，是那一个是光环啊，是老百姓。一个是创党党主席，对，光环是比现任主席还高的，叫柯文哲，这叫实质影响力，好不好 ？OK， 政党的实质影响力，我就不相信黄国昌会不尊重他。当然要尊重，也都要谈。那当然他们要先相对定义预祝，我们才好谈嘛。但也可以分别接触了，这是政治这样操作的。好，然后呢，重点是什么？重点怎么谈嘛？然后蓝白合该合到几分？那如果蓝白合，当然现在其实已经比以前好谈了。因为以前柯文哲真的大，还有26%，现在他没那么大，现在大概10%、12%的一个政党啦。那当然，我这个票对我们是刀口子的票很重要。因为其实这一次选完，我认为现在罢免完以后，我们大胜31-0，但全台湾来看的话，国民党并没有大过民进党，平手而已。现在做的民调，我们有经验的政治人物分析说，一定有那种叫做，因为他们现在不愿意表态嘛，他们是在衰嘛，那我们可能兴致高昂一点，表态多一点。我认为再大不过民进党。那我觉得最多就平手，所以没有白也选不过民进党，这是面对现实吧。好，所以不能弄拧了，可是也不能说像以前那样，就是有什么求真民调，总统他要选。那新北市如果说黄国昌选啊，李世川不能选，如果别人提出这样的要求，请问怎么和？和还是要依比例原则，然后家和万事兴，泛蓝的家庭家和万事兴，好好谈，那合理就好。我认为合理就好，很简单，我就不管嘛，不管立委你要选，黄金可能要选士林北投，对不对？我们要推谁举，我随便讲，很简单，就比民调，就比这个人白的人先提名。然后蓝的也提名，跟民进党的时候对比是民调，赢的就出现，大家就没有纷争，我都相对好了。可是如果这样的话，宪华，对黄国昌主席会不会觉得，哎，我830也这么卖力这些，然后包括民众党，他毕竟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党主席啊。对，那你们大家现在光谈一个这个就告诉我什么2颗太阳，连灯泡跟蜡烛都出来，然后所有这些，那未来呢？未来到底该怎么办？未来就要面对非常现实的时间的问题啊！时间的问题就是现在是9月了啊，然后接下去就要进入到2026了进入2026，那你就要想一件事情嘛。那如果你是一个要参选的人的话，你会希望你的党主席是柯文哲还是黄国昌嘛？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然后那不管他们2个人之后在党内怎么全力竞逐啦，因为其实即便现在的民众党党内啦，这个一样有这个中央委员的名单啊，也是属于柯文哲自己的人马啦，所以党内还是有很多是对柯文哲死忠的人马。换言之，对黄国昌来讲，这个主席能做多稳，或是他能用什么样的方式让黄国昌跟柯文哲2个之间有一个相处的模式，这都一定是未来会看到的磨合的状态啦。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实的问题就是，如果是民调背民众党去参选的人呐，你要看的是你是背这个黄国昌还是背的是柯文哲，哪一个会让你比较好选？这是现实的问题啦。那是柯前主席或柯主席，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讲柯主席跟柯前主席？因为现在呢，在这个社群上面就各家新闻台啦，在发社群上面的时候都说，民众党急筹7000万救党主席，下面马上很多人留言，党主席是要救黄国昌还是要救柯文哲？所以这就是我讲的嘛，这个党主席是哪一个嘛？各家新闻台都用急筹7000万要救党主席嘛，那所以呢，那你现在要救党主席，到底要救一定不是黄国昌嘛？所以表示有很多人或是这些新闻台主观判断，人家认为现在看到民众党党主席会连接在一起的，还是跟柯文哲连接在一起的嘛？所以这些新闻台才会用这种方式去做下标嘛。那如果连新闻台在下标的时候都是长这个样子，那对一般人来讲，这个意向这黄国昌要不要把主席还给阿伯？
如果连新闻台在下标的时候都是长这个样子，那对一般人来讲，这个意向这黄国昌要不要把主席还给阿贝？你知道，五哥在你发的那篇脸书下面，其实下面就有人留言说，在问说什么时候要把位置还给阿贝啊？下面就有人在留言，什么时候把位置还给阿贝？第一个留言，所以你可以看到是对民众党的支持者，那个人一定是蔡壁如这边派来的，哪一边派不知道啦，但是对民众党或是对这个原来的柯文哲支持者会做这样的留言不意外啦。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讲说，这个2个太阳的竞合，或是要像这个创耀哥说的是灯泡跟这个小蜡烛的竞合，好，不管是哪一种，反正这未来一定会发生啦。就是最后尤其是明年的提名到底以谁说了为准？那最重要的是民众党的那些资源跟民众党的款项谁说了算？那个是这更根本的问题啦。而且那个问题，我相信搞不好连柯妈都很高兴啦，因为今天听说这个柯文哲交保的消息一出来之后，柯妈就这个开心的流下了眼泪。所以显然那至于柯妈是针对柯文哲掉眼泪，还是针对柯文哲后面这一大段的事情掉眼泪，这个我们不知道啦。但是重点是柯文哲跟这个黄国昌之间这个竞合的问题，这早晚会发生。然后呢，你可以想见的是，这个也是一定会面对的。就柯文哲能量显然大过于黄国昌的能量，而接下去在面对在国民党的时候，因为国民党现在主席是谁也不知道嘛，那究竟要怎么谈这个，我想也还不是很确定。所以在连国民党党主席确定是谁之前，这一段时间我跟你讲，柯文哲跟黄国昌的相处模式就变得很有趣，因为这段时间他们都还不需要考虑进去国民党，反而可能会集中在民众党党内自己的竞合。OK， 当然你可以确信一件事情柯文哲主席交保这件事情，有2个人一定超级宇宙开心，陈佩琪、柯妈，你绝对可以这样，因为像律师有很多当事人有被羁押的，有被什么，你都会知道那些人只要交保出来的时候，那个家人的那个欣喜，绝对可以想象。OK， 只是刚刚来宾所讨论到未来在政治上面出现很多，但伟山不管怎么讨论人家只要讲到蓝白合。你光从726、823就知道，只要这个蓝白合胜利方程式一路往下走，不管有没有面临到民众党内部会不会有2个太阳，然后包括跟国民党之间党主席出来，大家能不能够真的这么充分合作？但只要是蓝白合大方向往下走，对你们来说，在未来2026、2028，你们都会面临到很大的困难。我觉得在执政上要往对的方向持续的在前进。其实，在2阶的罢免以前，其实民进党的这个支持度在民调上面来看，其实大于白加蓝的，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趋势。那最近近期当然是因为智者没有表态，所以就往下掉。但是我们在过去，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去强调，就是行政权的重要性，还有我们要想办法把国家带往一个正确的方向。那我想这个是现在人民比较期待，所以时间还有1年多，倒不用太担心。那我觉得蓝白合本身这个。未来大家都各怀鬼胎，能不能真正的合在一起，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白营现在要先解决它内部本身2个主席之间的冲突。那我要说，黄国昌其实是个非常非常自私、只思考自己的人哦。其实你看他过去在这个民众党的一些行为，你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在过去的这个期间里面，其实，在上一次2022年的时候，其实你看他在做整个的什么地方上，在帮忙做这个新北市的议员们的这个选举，其实他是没有尽全力，但是这一次他马上就推出他下面的子弟兵，其实很显然就是看到黄国昌极力的在党内栽培自己想要去栽培的人，这是跟当初在时代力量他的状况是一样的。他先切开了其中的一部分，排除之后，努力的扶植自己的势力，重新在这个政党里面取得他的领先地位。那我想他在白营，现在在这个民众党里面也是做同样的事情，只是很可行的，就是未来这个柯文哲很快，如果这一次这个检方没有抗告成功，他可能就会出来，那柯文哲就可能取得真正的领导人的地位，那他可能现在就会面临一个冲突，就是未来在2026年，他能不能借由这一次的选举，可不可以取得他一个比较好的攻击的位置？我觉得这个未来光白营内部可能就会有2股势力，而基于要不要蓝白合，可能2个人到底谁说的算，可能也会有影响。上公，朱立伦为什么发了2张中评委的证书？一个是给赵少康，一个给管中闵。那这跟党主席选举到底有什么？因为赵少康这2天是明白的讲说，如果卢秀燕、朱立伦跟郝龙斌，他的排序是这样：是如果这3人不选，他就出来选。主要是29号的中午，赵少康跟朱立伦吃饭。当然，赵少康有一点在呛瞎了就是要朱立伦表态就是要逼朱立伦表态，你到底选不选啊？那当然在里面说了一句话说，
啊，你不选，那我要选了。哦，那当然要选的时候，一句话就是说，赵少康你有没有资格？其实他原本应该有资格，后面变没资格。记不记得江启臣那一次，他也要选党主席，有聘他当中央委员嘛？有聘他当中央评议委员嘛？哈。然后那一次他是没有收那个证书了，所以就相对变成，你那一次到底算不算？因为你没有领那个证书，你不领那个证书嘛，所以就变成有无资格的问题。那你现在朱立伦正式聘给他以后，就表示，他是有参选资格的人啊，有参选资格的人。但赵少康那一次的用意，其实并不是说你要选我就不选，就是逼朱立伦给个答案啊。那这一个讯息会被放出来，朱那一边系统放出来的，朱那边系统放出来，其实就是要营造一件事嘛。就是如果我选的话，赵少康会支持我，战斗蓝会支持我，就放这个消息嘛。其实你说那个证书，当然啦，那个证书是给了赵少康可以参选的门票啦。不要忘记啊，我一直都说过，卢秀燕不选的时候，战斗蓝要推郝龙斌嘛。那战斗蓝赵少康，你认为赵少康会弃郝龙斌不顾，说我去跟朱立伦谈判吗？不会，他们两个人的交情不会啦，所以那就是纯粹的在呛朱立伦而已啦。OK， 当然你就说到那一次他在里面也有跟那个赵少康说啊，延2周啊，我们就是要劝卢啦，怎么样啦，等等啊。把它当作延2周的理由啦，其实延2周真正的理由是人同党员党费还没交完啦。真正理由是这个、啊，这个我不敢讲。没有，你注意看以前党主席选举哦，没有，我要保护中小民，好不好？不要害他。以前党主席选举哦，比如说8月选，他是告诉你说。党费要在3月底以前交完哦。这一次是什么时候？3月、6月、9月3次。这一次是登记前交满。本来6月一次到6月了，现在又变9月。这次是延到登记以前，对，缴就可以了。对了，所以延2周。OK 啊，因为南部有些派系，人头党员钱还没交完啊。好，前面在犹豫说要不要。这动了没？据了解的消息动了没？啊。你说这个延的是谁在延？背后是谁？陈淑蓉，我们都讨论过他是谁的人嘛？然后他是为了谁提案拒延2个月？党内的传闻都是朱立伦啊，党内的传闻都是朱立伦啊。然后最重要的是，中南部里面大户里面4000、5000的那个党费还没缴完啊。OK， 还没缴完嘛，延2周嘛，延2周嘛。其实你就知道，大家都说，之前说朱立伦很铁定怎么样？你认为朱立伦有很铁定吗 ？OK， 所以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看起来，目前还是有点诡谲。到底最后谁会出现？因为竞逐者非常多。那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大家会关心的是，因为今天9月5号这个礼拜全球的一个大事，当然就是老共93大阅兵中间秀的 muscle， 或是，但中间有谈到一段是。对，原来这些人还是很寄望的长生不老，所以习近平跟普丁啦，跟金小胖聊，竟然会聊这个。那我想清华，所以他们是很认真在聊这个吗？活到150岁这个世纪，很认真，超认真。因为这一次会让大家吓一跳，是第一次啦，史上第一次听到就是国家级的领导人谈话里面谈到这个要延年益寿，然后又讲到器官移植。所以这边呢，我们补2个数据给大家看，两个资料给大家看。第一个是这个是当时呢，其实这个新闻在2016、2017我们就讲过了。普丁在当时呢，这个为了长生不老他特别跑到圣彼得堡的一家生技大厂，然后呢，当时那家公司呢做了一个很特殊的产品叫青春丸啊，就是吃了之后呢，可以降低癌症这个罹癌的风险，然后可以对心血管造成一定的就是说。对，就清除心血管里面的杂质这样子，杂质但不是那个杂质好。然后所以呢，这一件普丁当时去拜访这家公司呢，很多新闻媒体都有发
普丁当时的目标是希望这家公司给他的期望是目标活到130岁所以130岁，你要想说以普丁的年纪来讲，当时他拜访这家公司的时候才64、65岁而已，现在是74、75岁了，10年前的事情，所以等于对普丁来讲，就他当时来说是要多1倍的生命出来64、65岁要延岁到130岁去那如果你觉得这很夸张了，不，我还有更夸张的，这更夸张是什么呢？刚刚这个是2016年的新闻，对不对？我们给大家看2017的新闻这个2016的这个2019新闻2016的俄罗斯长这样，2019年中国的新闻中国的北京301医院北京301医院的重要性是这是人民解放军的医院邓小平也在这里治疗过中国很多大人物都在这个地方治疗过包括叶剑英，中国的大元帅也在北京301医院治疗过所以北京301医院呢，肩负帮中国的权贵啦，然后这些达官显要啦，要帮他们照顾身体、照顾健康，所以当时呢，他推了一个叫做中共领导人的健康工程出来。然后呢，这好笑在哪里呢？这一则北京301医院呢，他发了一个微信广告，这个微信广告呢，上面竟然说他们健康工程的延寿目标是150岁。3年前的俄罗斯普丁要的是130岁，3年后北京301医院要的是150岁，所以130岁又延到150岁去。那你要想说这件事情呢，已经这个不可思议，对不对？就好妙在这个地方，这个广告传1天而已隔天就下架了。因为一般老百姓看不下去嘛，一般老百姓不能接受嘛，它造成很大的贫富差距的落差嘛。因为最好的服务、最好的医疗资源、最多的医护人力，全部都用在权贵身上，一般老百姓是没有的嘛。所以他才放了1天而已，投放广告而已，马上就下架了。但是问题在于说，你就这时候就很自然的就会有个疑问。你要活到150岁呢？我们身上的这些脏器你身上所有的这个5脏6腑的器官都是会衰老的，衰老到一个程度就不能用，不能用你就要找更换，不能更换你就只有死亡而已，没有其他选择嘛。所以你身上的器官，那你要用什么方式来延？过去这个剧情我们就有在科幻片里面看到去复制你的器官现在的方式是看起来他们应该是移植器官的机会是最大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看这个是天津市这边竟然公布了一个人体捐献器官获取收费标准然后呢，获取人体器官收费标准的时候，这里写人体器官的这个获取的状况，这个肝脏左半肝脏是10万块人民币，右半肝脏或是右3叶这是20万人民币，然后单个这个肝脏的叶段就是一个部分呢，大概是10万块人民币，然后里面还订了肾脏等等的你看像这肾脏的部分是20万人民币。然后这个胰腺的部分呢是5万人民币，心脏的部分是8万人民币，角膜的部分是1.2万人民币，然后肺脏的部分是6万人民币，小肠是4万人民币。人体器官每一个地方的医院跟你取的都有公定行情价，这俨然台湾现在还没有就是你俨然把我们身体器官做的跟商业机制一样，都有一个商业取得方式这个如果在台湾的话，一定会变成大问题任志煌，刚刚你讲那个价目表，那是真的有在实施吗？还是？那是网络上传的或者什么？我先讲就第一个，这个是网络上传的文件因为我们很难想象这件事，就是有一些简体反正就简体的社群网站，他们去传的这个文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文件其实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了。OK， 就是说，因为在中国就关于器官移植的争议真的太多了，取得方式的来源也真的争议太多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社会新闻这边我们不多说了，只是说这一个标准出来。对照这3个领导人所讲的话，那你如果要把整个产业变得像他们讲的，每个器官都像零件一样是可更换的，那真的你要活到130岁、150岁的话，确实如果你没有用这种方式的话，要做到以目前的技术来讲是有难度的。对，那当然你说这几位领导人在聊的那个是让大家真的从来没想过怎么会有原来他们大家聊的是这么大辣辣的，就直接聊到这些，但就那个标准，我还是很难想象会有这样一些情形，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会有那个器官那些标准。但是这是大家所质疑，刚千晃有讲，就是大家会质疑嘛，因为会产生一些的问题。但是这是大家所质疑，刚千晃有讲，就是大家会质疑嘛，因为会产生一些的问题。那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因为这次老共大阅兵，它中间前后出现的一些的问题，上下为什么美国印太司令要去秘书里见？这是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对不对？其实川普特别有在开记者会讲，你忘了提，你的讲得很好，非常美丽的典礼，但是你忘了讲美国的角色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要不是我美国，你怎么会打赢这场战争？那为什么会选秘书里见？
超级战舰》这部电影也是秘书李健，因为他是当时整个在东京湾受降8国，麦克阿瑟带着我们的徐永昌，8国，然后日本人投降，就在秘书李健舰，所以他整个就是这场战争，太平洋这场战争，对日本反法西斯这场战争是我美国打的，所以他特别讲到，不要忘了是在这一艘秘书李健，跟你习近平跟你中国共产党完全没有关系，所以美国还在这，所以你会看到 AIT 古立言真的是蛮灵活的，马上就把乖乖给我拿出来，对不对？乖乖里面那个飞虎队，那个是当年飞虎队的王牌飞行员，然后就跟台湾做了乖乖，就是台湾他们当时是跟中华民国是一起打抗日的，所以把这个情势都出来。然后但另外一个呢，小粉红当然会吹了，因为整个这个你也看出来，其实习近平这次讲话有点特别，特别在哪里？他上次10年前他讲了18次和平，这次只有6次，然后呢，他这一次已经开始回避一件事情，因为他也知道很多人是在刚刚讲的，除了洪秀柱那些人去背书以外，很多人都觉得当时共产党没打过啊，所以习近平用的都是中国人民。你会看到那个外媒特别注意到，习近平用的是中国人民，他不敢再讲中国共产党，不敢再讲解放军，但是他也不愿意承认是中国国民党打的。可是另外一个那些武器下去呢，其实习近平这次用意，有人说是针对台湾，其实他也是告诉全世界一件事情：右边站的是普丁，左边站的是金小胖。他其实告诉你说，哎，我是大哥，你这普丁跟乌克兰打了4年，打成2等国家，金小胖你要靠我。所以习近平其实这一次也是告诉人家，什么人家说是什么邪恶轴心啊，反美轴心，其实习近平的用意是我是大哥。然后另外一个，他那么多的无人机，什么无11啊什么的过去，对不对？他其实也是安慰普丁的，老普啊，你上次在阿拉斯加被川普不要吓到，美国有的。我们也有，只不过下面是 A 货而已。OK， 当然在这次的那老共阅兵里面，那会延烧出来的，在我们国内来讲，当然一个是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然后有去参加。那老共那个地方当然吃豆腐了，他们就会用国民党代表类似这样。那当然国民党是没有派任何人去参加，而这整个在国内延烧，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包括我们到底看待老共这个地方，有人在讲说，老共这个目的也是希望抢抗战胜利的所谓的话语权。那明明是我们打的，但是他们就要抢这个话语权。那莱茵这个地方也提到说，为什么不用抗战胜利，要用中战这些？小平，这些包括这些议题，对莱茵来讲的话，最重要的意义在哪？因为我们就是中华民族5000年的道统嘛，抗战你都在5000年之内，但这只隔了70-80年了，这个就是正朔，好不好？对不对？这个我讲这个很重要。像台独是他们的正朔，台湾主体性他们的正朔，这是个人的这个祖宗牌位是绝对不能混淆的，这第一句话。那现在啊，中战因为。中战我们就不能接受了，好不好？蓝营的支持者那是抗战，那中战就是一个仗8年就结束了，好像稀松平常，而是这个死亡了几千万，流离失所，国家崩溃才产生，所以叫抗战。而且是什么叫抗？不是我主动打你，是我抵抗，我还赢了，就叫抗战。这个是不能打折扣的。而且我想管中闵啊，他们都在讲这些事情啊。然后接下来呢，反正是民进党的态度嘛，我们但政党不一样。第二呢？那我老美的态度我们也不喜欢，有另类的弃台论，你知道吗？什么弃台论？美国智库就说，中国极不可能打台湾。中国极不可能打台湾的逻辑下是什么啊？反正不会打嘛，就不要投资太多的军事的设备，然后这些投资就对保护台湾的设备、金钱。那你一方面又大量的买，让台湾自己提高这个叫做国防预算，现在3%，9000亿了，还要搞到5%嘛？我们的预算是多少？1年就有3兆的收入，税收中央政府，你搞到5%就是1.5兆，1.5兆你2块老百姓收的钱，50%拿来买武器，会不会太高？1.5兆1.5兆你2块老百姓收的钱，50%拿来买武器，会不会太高？那这是赖清德的主张等等了哈。所以我们就认为说，这是不是很甜美？是不是你就绝对这个不回头，就是靠
那个就是仇中妹妹，这是我们的想法。那所以以美论，现在为什么民进党形势差？你知道，以前我们跟老公走得近，只要他们举出抗中保台，我们就倒了，很清楚，这个不用讨论。可现在以美论变成怎么样？变成讨厌川普跟讨厌习近平是一样的时候，他们现在不晓得怎么走。他们技术上他们想变，举例说，我觉得像邱玉仁跟那个双头马车，就2个最厉害的，还有你们那个秘书长，这个许国勇，这是对的，他们组织对的，可这是骈体文，人改了。内容呢？内容是文以载道哦。什么叫文以载道？就文以载道，就是说以美论怎么破，这叫文以载道。以美论怎么破？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这方面的论述，我没看到。对，OK， 来，武成。民进党现在其实已经把国民党的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神主牌已经拿过来了，因为现在没有国民党要捍卫中华民国，现在是民进党才要捍卫。我们来看一下，洪秀柱这次跑去阅兵大典跟这个王沪宁见面，这个是阅兵完之后在这个人民的大会堂跟他见面，这个是中共的3朝元老，他服侍过3位的主席，这个地位真的非常的尊贵，跟他握手。大家要记得，在10年前，在抗战这个70周年的时候，连战当年也有跑去中国去参加阅兵大典，当时洪秀柱还有批评连战说，你这个会伤害国人的感情。可是10年后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想要问，国民党有要批评洪秀柱这样的行为吗？如果没有，你把中华民国置于何地？他们在这个会场讨论的事情是坚决反对台独，再来一个就是坚决的认为就是一中是重点。一定要一中，那所以就没有任何中华民国存在的可能，一边一国也没有下台，就没有，所以我们会看到国民党没有要守卫这个中华民国，而且我们要看到，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的国格何在、尊严何在都不见了，还要跑去跟这个中国唱和，明明就知道他是伤害台湾最重要的一个政权，结果竟然没有国民党人愿意跳出来为这个事情说话，还让这个洪秀柱跑到对岸，所以我问国民党到底有没有要守卫中华民国？我来回答一下，这个是不符比例原则，他是一个退休的这个前主席嘛，就拿洪秀柱去。然后呢，那变成国民党这样做，这个就是扣帽子第一句话。第二，他是你的党员，你应该要他就是前主席嘛，他党员，他是统派嘛，我们很清楚嘛，对不对？好，第二个是什么呢？你可以开除他的党籍啊。第二个，那看主席啦，对不对？好，第二个呢，是不是要党纪处分干嘛？那是主席，我这不能僭越主席的权利，我只是一个市议员。好，第二个呢，伟山讲的话，我是不知今夕为何夕。什么时候民进党保护中华民国来着？想当初这几年是有转型，是蔡英文哈，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也拿到我们一些票子，这是事实。我们在新党的时候啊，我的车敢挂赵少康的旗，挂中华民国旗，车全部砸烂。就以前在狂飙时台独狂飙的时代，然后你们的内政部长讲一边一国，一边一中一台哦，还不是2国论哦，然后依然健在，包含那教育部长也一样。然后每一次改那个主色系，每一次都提100都是台湾，6次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不在你们心里，可是你们现在当了中华民国的总统，你把它否定的话，你可能会选不上，就只能为了选上，也只能这样做。心真的没有在国家上，没有。但小平哥，现在是2300万人共同所在的这一块土地，无论它叫台湾叫中华民国，这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在捍卫我们在这边的权利，这不能混淆。可是问题是，我们国家名称是什么？台湾还是中华民国？这个没有选择。我们看不到国民党奋勇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我们的党刚讲得很清楚，对这个要讲清楚。OK， 你就会知道，其实这对国内来讲的话，这样一些论证一定还会再继续持续下去。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包括接下来到10月又是我们的光辉10月，然后每一次大家在这方面是不是又再来一次的论证？那未来又会怎么样呢？当然，柯文哲主席呢，今天已经获得了7000万的交保，交保以后，那对国内政坛有什么样一些影响？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我是我们的妹，我们下周见，拜拜。